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软磨硬泡3年，我爸终于同意我娶关秀。可就当我喜极而泣，准备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时，高中同学群里却有人疯狂艾特我：李阳、陈哥明天结婚，所有人必须都去，每人随礼3万，不去就是不给陈哥面子。随礼3万，我差点怀疑自己看错了。可还没等我发问，就有人不怀好意地问我：李阳，怎么不说话？你不会混得这么惨，连3万块都拿不出吧？亏你以前还是学霸，没想到这么 low 啊！我和这群高中同学一向不对付，正想顺手推舟的拒绝，可很快新的消息蹦了出来：李阳，别眼皮子这么浅，你还不知道吧？陈哥可是盛悦集团唯一的大少爷，身价100亿。你如果能巴结好陈哥，陈哥说不定还能安排你进公司扫厕所，多适合你啊！群里一片哄堂大笑，可我却忍不住疑惑地盯着手机。盛悦集团是我爸的企业，我是我爸唯一的儿子，什么时候陈雄竟然成了大少爷了？陈雄嘴里一边喊着低调，一边晒出了他和结婚对象的合照。我定睛一看，照片上的那人不就是和我在一起了3年的女朋友关秀吗？心脏猛地一痛，下一秒关秀出现在群里：李阳就别来了，我跟他谈过，穷逼一个，晦气！哄堂大笑里，我浑身血液慢慢变凉，但最后我只在屏幕上打下2个字：我去。我当然要去亲眼看一看这场荒唐的热闹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消息刚刚发出去，群里就炸开了锅，可我却没有看他们的回复，只觉得自己的脑袋乱成了一锅粥。关秀怎么会和陈雄结婚呢？她可是我谈了3年的女朋友啊！明明前几天我们还在一起约会，她怎么就要和别人结婚了？我想不明白原因，只能给关秀发消息，想问问清楚究竟是怎么一回事。然而发出去的消息只有一个红色的感叹号：关秀她把我拉黑了。我不死心，又给她打了电话。不出意外的，电话那头只有冰冷的机械声传来。这一次我是真的相信了，那个和陈雄结婚的人真的是关秀。靠在沙发上，我双眼无神地注视着天花板，心脏处传来密密麻麻的疼痛。和关秀在一起的回忆犹如走马灯一般在眼前浮现。我们恋爱3年，这3年来，虽然父亲不同意我们交往，为了逼迫我和关秀分手，甚至断了我的生活费，可我从来没有亏欠过他。拿到手的工资，我几乎全部都上交给了关秀。不仅如此，前些年花不完的零花钱，我都攒在银行卡里，也都用来给关秀买包转账。虽说没有花大数目，可几10万的转账，我却从不吝啬。但如今，关秀不仅一言不发地将我拉黑，和别人结婚，甚至还说我对她不好。我不知道自己究竟做错了什么，也不知道她为什么这样对我，所以我更要参加她明天的婚礼，找关秀问个清楚。可在此之前，我父亲打了个电话，告诉他我不会和关秀结婚，不管关秀是因为什么做出这样的事情，我和她的缘分在她将我拉黑的那一刻开始就已经结束了。电话那头，父亲并没有多说什么，他像是早就猜到我会和关秀分手。听我说完事情的经过后，只说明天忙完公司的事情就会来给我撑腰。我将饭店的地址发给了他。次日，我按照约定的时间到达了婚礼的地点，还没下车就看见了陈雄。他是我的高中同学，读书的时候是班里最惹人厌烦的对象，不仅成绩差，还经常欺负女同学。
学生和老师都一样讨厌他。只是现在，那些过去骂过他人渣的同学们，一个个都围在陈雄的身边，脸上带着讨好的笑容。陈雄下巴抬得很高，一副用鼻孔看人的模样。我将车子停好，刚下车，一个眼尖的同学就看见了我。哟，这不是李阳吗？你竟然真的来了，我还以为你说的呢。要不怎么说穷人脸皮厚呢？我要是你啊，就赶紧在家里找个地缝钻进去算了。说话的这个男人，我有点印象。高中时他家境不好，被同学污蔑偷东西，是我帮他找到了真相。他曾说这辈子都不会忘记我的恩情，只是没想到一辈子竟然过得这么快。我没说话，在人群中寻找着关秀的身影。我这次来只是为了找关秀问个清楚。以前还以为李阳读书成绩好，长大了能成为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，没想到啊，成绩真的不能代表所有。倒是陈同学，没想到变得这么有出息。高中的班主任站在陈雄的身边，笑着拍了拍他的肩膀。读书的时候，就他骂陈雄骂得最凶。我在这些人的脸上看到了金钱带来的影响，一个个翻脸比翻书还快。但我不在乎这些虚名。陈雄、关秀他。然而我的话还没说完，等待我的是陈雄迎面的一个拳头，顿时鼻血流淌而出。我被打了个措手不及，后退了几步后摔倒在了地上。鼻梁处传来的疼痛让我甚至觉得自己的鼻骨已经完全断裂，眼前更是传来了一阵阵晕眩。就在我还没回过神来的时候，陈雄一把抓住了我的衣领，对着我的肚子又是狠狠一拳下来。他从高中就开始打架，虽然分不清人体结构，但却没有人比陈雄更清楚殴打人体的哪个部分是最痛的。我忍不住发出了一声呻吟，抱着自己的肚子蜷缩在了地上。以为穿了个假货的圣罗兰衣服，配个租来的车子，你就能变成有钱人了？我呸！穷逼永远是穷逼，飞上枝头都变不成凤凰。陈雄说着，朝着我吐了口吐沫。他从高中开始就不喜欢我，非说我身上的衣服是假货，穿成这样就是为了假装有钱人泡妞，还带领着同学想要孤立我。好在我读书的时候成绩不错，老师对我也有所偏爱，所以我的读书生涯并没有太过于痛苦。可让我不理解的是，我从来没有和陈雄起过正面的冲突，甚至都不知道他对我的怨恨来自哪里。强忍着身体上的疼痛，我艰难地从地上爬了起来，捂着自己的肚子站在陈雄面前。陈雄，我没做过什么伤害你的事情吧？我这次来只是为了找关秀问个清楚。你还好意思提秀秀的名字？陈雄怒吼着打断了我的话，他伸手指着我的脸，眼神中写满了愤怒和厌恶。秀秀和你在一起不知道吃了多少苦，你一个大男人不拿钱回家养女朋友就算了，竟然还让秀秀出去工作，而且还把大笔的钱花在租车和买假货上。李阳，你真的是一个又虚伪又恶心的人，你这样算什么男人？陈雄的话让我愣在了原地。关秀确实在外面上班，可是她自己说自己要做新时代独立女性，不能只靠我养活。怎么到了陈雄的嘴里，就成了我逼迫关秀上班的？偏偏他这一番话还引起了周边同学们的共鸣。就是啊，你这样算什么男的？真给我们男人丢脸！靠，你这种人都能找到女朋友，凭什么我找不到？还优秀毕业生呢？我呸！我看你就是个废物！大家上，给这个畜生一点教训！人群中不知道是谁吼了一声。那些男同学们围在我的身边，呈现出一个包围圈。
然后一步步朝着我逼近。我慌忙想要后退，却被人从身后猛地一推，差点扑到了面前人的身上。紧接着迎接我的是一个拳头狠狠砸在了我的脸上。我拼了命的反抗，可双拳难敌四手，很快就被打倒在地，甚至不知道是谁一脚踩在了我的身上。我只觉得自己浑身上下到处都疼得要命。陈雄就如同皇帝一般站在我的面前，高高在上地俯视着这一切。他对着身边的人吩咐道：“你们去把他的车给砸了，我看他租来的车没了，他怎么和人家说？”陈雄身边的2个男人听到这话后，立刻朝着我的车走了过去。他们从路边的草丛里捡起了一块砖头，二话不说，直接砸在了我的车窗上。车内所有的挂件都被他们扔在地上，肆意地践踏着，其中甚至还有一些是关秀送给我的礼物，就连车子前面摆放着的水晶装饰也没放过，在地上碎成了好几瓣。没有一个男人看到自己心爱的车子被这样破坏，还能够忍住怒火。混蛋！我怒吼了一声，从地上挣扎着爬了起来，想要冲过去阻止他们。然而还没等我跑2步，手臂就被人从身后拽住了，他们死死拉着我的身体。陈雄走到了我的面前：“哟，李阳，你还会还手呢？你以为自己算是个什么东西，还敢在我的面前叫嚣？”我死死瞪着他的脸，怒吼道：“陈雄，你他妈的就不怕警察找来吗？怎么，你还要报警？你是小学生吗？打不过就报警！”陈雄步步朝着我走来，我拼了命的挣扎，可抓着我手臂的那2个人格外用力，我甚至觉得他们的手指都已经嵌进了我的肉里。陈雄伸手从我的口袋里拿出了手机，然后丢在地上，直接摔碎了。他笑着拿了根烟，边上立刻有人上去帮他点燃。去，把他衣服给我扒了！他妈的穿了个假货，在我面前晃来晃去，老子看着心烦。陈雄话音刚落，2个男人就朝着我走了过来。不好意思了，李阳，既然陈哥都已经发话了，我认出来中间有一个人是我高中的同桌。他上学的时候因为数学不好，总是被老师批评，是我一次又一次的教他题目，不厌其烦的辅导他。要不是我，他根本考不上大学。赵东胜，你他妈忘记我高中的时候怎么对你的吗？你现在恩将仇报，你还算是人吗？我的声音无比沙哑，更是带着歇斯底里的怒吼。赵东胜的动作顿了顿，身后立刻响起了陈雄的声音：“怎么，你不想升职了吗？”赵东胜听到他的话，咬紧了牙关，一把将我身上的西装给撕了。“对不住了哥，我也是为了自己。谁让他是盛月集团的少爷呢？去他妈的盛月集团的少爷！我才是盛月集团的继承人！你们这帮蠢货！”我的话成功让他们停下了动作，但很快陈雄就大笑出声。他走到了我的面前，伸手拍了拍我的脸，嘲讽道：“你是盛月集团的继承人，李阳，你他妈当他们都是傻子啊？高中的时候给你开家长会的那个男的，哪里像是大公司老板了？我爸工作忙，常常顾不上我的学习，所以高中的家长会都是管家帮忙开的。你要是继承人，秀秀会连一辆跑车都买不起。李阳，撒谎也要看看自己长什么德行。”陈雄的脸上带着嘲弄的笑，话音刚落，拽着我的头发，一把将我摁在了地上。他的手拍了拍我的脸，眼中闪过一丝戏谑：“这么会撒谎，我看你这张嘴巴得好好洗一洗才行。”他让人拿来了矿泉水，用手死死掐住了我的下巴，然后将矿泉水全部倒在了我的脸上。我动弹不得，水淹没我的脸，带来了窒息的痛苦，让我下意识地开始挣扎。
然而我挣扎得越厉害，耳边传来了陈雄的笑声，就越发的猖狂，直到一瓶水全部都倒完，陈雄才道：别扭了，他妈跟个女的一样，咋？让哥给你找个男人好好宠你一下。我死死盯着陈雄的脸，沉声道：我操你大爷！陈雄的脸色骤然一变，看来嘴巴还是没洗干净啊。他站起身，抬脚踩在我的脸上，狠狠碾了2下。这么会说，怎么现在不说了？我疼得说不出一句话来，可心里却有一团火焰在燃烧着。这辈子我从来没有这样强烈的欲望，想要弄死一个人。下一刻，熟悉的声音传到了我的耳边：陈哥，怎么不进去？在这里干什么呢？陈雄听到关秀的声音，立刻放过了我。秀秀，你穿婚纱真好看，不过我觉得你不穿的时候是最好看的。陈雄的脸上露出了猥琐的笑容，可关秀却红着脸娇嗔了一声。她穿着白色的婚纱，脖子上还戴着一根金项链，手指上戴着翡翠的戒指，整个人看起来就像是一整个暴发户。讨厌了，就你会说话，你不进去等我，在这里干嘛呢？关秀软绵绵地靠在了陈雄的怀中，眼睛一转看向了我。陈雄笑道：这不是替你照顾一下你的前男友？关秀眯起了眼睛，像是上下打量了我几眼，才终于分辨出来：哟，这不是许大乞丐吗？怎么今天来这里讨饭了？啧啧，你这打扮是什么新的潮流吗？看上去倒是别出心裁。关秀的声音里带着明显的嘲讽。我艰难地从地上爬起来，就听见陈雄对着关秀道：怎么样，秀秀，算是我送给你的新婚礼物了，喜欢吗？当然喜欢了，陈哥送什么人家都喜欢。陈雄的手放在关秀的腰上，慢慢往下抚摸着，脸上的笑容带着暧昧的味道。我看着他们2人这个样子，心中传来一阵酸涩，倒不是因为我仍旧留恋关秀，而是替从前的自己不值。当初我为了关秀与从小敬重的父亲决裂，本以为自己所坚持和追求的是一生的爱情，却没想到到头来只不过是一个笑话罢了。关秀，既然你闲杂要结婚了，那你把我的钱还给我。关秀脸上的笑容消失了，她看向我，嘲弄道：就你那点3瓜2枣，你还好意思要回去？我承认，我给关秀的钱或许并不多，可那些钱所蕴含的是我对关秀的感情。如今她当着众人的面如此羞辱我，我自然要拿回曾经给她的一切。我看着关秀，没有说话。关秀一步步走近我，站在我面前后，举起了自己的手。我眼疾手快地抓住了她的手腕，质问道：你干什么？关秀冷笑了一声，给了我身边那2个男人一个眼神。他们立刻上前，一边一个抓住了我的手臂。放开我！你们干什么？现在是法治社会，你们法治社会！关秀抬手直接给了我2个巴掌，他还嫌不够，直到我嘴角都沁出鲜血，他才终于停下了动作。我的脸颊上传来火辣辣的疼痛，而关秀挥了挥手，笑道：你算是什么东西，也敢和我谈条件？他还想说什么，目光却落在了我的胸前。我的心里顿时升起了不祥的预感。下一秒，关秀一把扯下了我的项链，顾不上脖子后的疼痛，我挣脱了束缚，抓住了关秀的手腕。还给我！这项链是母亲留给我的遗物，还没有和关秀分手的时候，她就对这项链很感兴趣。怎么，你还要对我动手不成？李阳，我陪你吃了3年的苦，这是我的报酬。松手！关秀挣扎着，可我却死死不松开。陈雄看得不耐烦了，上前直接踹了我一脚。可哪怕如此，我也没有松开抓着关秀的手。
他的眼神中闪过不耐烦，冷笑道：“你越在乎，我越不想还给你。”关秀说着，下一秒直接将项链扔在了地上，狠狠踩了2脚。不要！我朝着项链猛扑了过去，却还是晚了，只能眼睁睁看着母亲留给我的唯一的东西就这样碎了一地。以前妈妈把项链送给自己，爸爸还吃了很久的醋。每次爸爸想妈妈的时候，都盯着自己和自己脖子上的项链发呆。可是现在，项链却毁在了我自己的手里。我的脑海中浮现出母亲在世时的一幕幕，碎片划破了我的手心，可我却浑然不觉。穷逼就是穷逼，一个项链而已，笑死人了。就是说啊，这项链就算是掉在地上，我都不会看一眼的。关秀和陈你一言我一语地嘲讽着，可我却没有力气和他们斗嘴。你们在干什么？我抬起头，就看见我震怒的父亲，盛月集团的老板，站在不远处。父亲红着眼睛，大步朝着我走来，然后一把将我推开。他看着地上已经破碎的项链，眼睛里满是红血丝。下一秒，父亲猛地抬起头，死死盯着陈雄。就是你们做的，是你摔碎了我妻子的项链。父亲的声音低沉，像是一头即将出笼的豹子。还是关秀最先反应过来，冷笑道：“是我，怎么了？你还要对我动手吗？呵，不过我还要感谢你呢。要不是你不让我和李阳结婚，我也不会有机会嫁给盛月集团的大少爷。老头，你要是有病就去医院，别他妈在这里碍事。”陈雄对着父亲竖了个中指。他口口声声说自己是盛月集团的继承人，可盛月集团的总裁站在他面前的时候，他却又不认识了。不仅如此，他的脸上甚至还露出了嘲讽的神情。怪不得是李阳他爸，身上的穷酸味都一个样。就是啊，我看啊，这手表和皮带肯定也是假的。废话，一个小的假货王，一个大的假货王，笑死人了。陈雄听着身边人的附和声，笑容更加猖狂。我说：“老头，你跪下来给我磕几个头，我安排你进我爸公司去当保安，怎么样？”陈雄的话引起了哄堂大笑，可父亲仍旧没什么表情，只是从口袋里拿出了手机，准备报警。陈雄看见他的动作，微微眯起眼睛，这老疯子想报警，去把他手机抢过来。他身后的那群人就像是听到主人命令的狗，一时之间蜂拥而至。我害怕他们对父亲动手，立刻挡在了他的面前。可父亲不慌不忙，只是伸手打了个响指，穿着黑色西装的保镖便立刻站在了我们的身后。离我们最近的那2个人直接被保镖给拎了起来。黑压压的一群保镖脸上毫无表情，立刻让陈雄等人的脸上出现了慌乱。可陈雄仍旧嘴硬道：“可以啊，李阳，有备而来。这么多群众演员花了你不少钱吧？还真是下了血本了。”我没说话，只是给了保镖们一个眼神，他们立刻将陈雄等人围住了。关秀是真的有点害怕了，躲在陈雄的身后。你们要干什么？我告诉你们，陈哥可是盛月集团的少爷，你们要是敢对他动手，盛月集团不会放过你们的。是啊，是啊，我们可是有人护着的。关秀的话引起了众人的附和。我走到了陈雄的面前，冷笑道：“一口一个盛月集团，盛月集团的老板站在你的面前，你都认不出来。”陈雄的脸色一变，挪开了视线。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陈雄，装有钱人，爽吗？开什么玩笑？李阳，你什么意思？你不会是想说你才是盛月集团的少爷吧？真是好笑。有些人做梦做多了，连自己都相信了。李阳，我劝你还是照照镜子，看看自己什么德行。
你就长了一张穷人的脸。”还没等陈雄回复我的话，他身后的那些人倒是一个个都坐不住了，只是他们没有看见陈雄难看的脸色。父亲从地上将项链捡了起来，放在手心，小心擦拭后道：“我先回去了，阿阳，这里就交给你了。”父亲的声音格外的落寞，我知道他心里有多难过，所以在看见父亲独自离开的背影时，我心中愤怒的火焰节节高涨。只是还没等我开口让保镖们好好教训陈雄他们一顿，就听到了警车的声音，穿着制服的警察一脸严肃地朝着我们走来。陈雄立刻朗声道：“警官们，这边有人要抢婚，赶紧把他带走，好一出罪人先告状。”陈雄的话音刚落，其他人也纷纷附和。在他们的口中，我成了来抢婚的罪人，而他们不过是被逼无奈，所以跟我动了手。警察们听到他们的话后，立刻将我团团围住。我看着他们脸上的警惕，自嘲道：“他们打我的时候没人来，现在倒是来得快。我没有抢亲，我的车上有摄像头，应该拍下了事情发展的全过程，你们可以带回去调查。”让人庆幸的是，虽然我的车被砸得差不多了，但损伤的都是些零件，摄像头并没有被发现。话音刚落，陈雄等人的脸色顿时变了，关秀更是看着我叹了口气，轻声道：“李阳，我知道你做出这种事情都是因为放不下我，何必闹得这么难堪呢？这样吧，要是你就此打住，说不定我还愿意陪你一天。”我简直被关秀的不要脸整笑了，我没有理会他，只是对着警察道：“录像你们可以拿回警察局查看，我一定会积极配合。”说完这句话后，我带着保镖转身离开了。身后我还听到他们的窃窃私语：“完蛋了，要是被发现是我们挑事，会不会要拘留啊？”没事的，你们忘了陈哥的身份了吗？有他在，警察怎么可能处罚我们？对对对，有陈哥呢，肯定没事的。听着他们的议论声，我的脸上露出了嘲讽的笑意。只怕他们的陈哥也是自身难保。我们一行人都被带回了警局，因为人数众多，警察只能分开询问。我将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他们后，便坐在一旁喝茶。而车子里的监控录像已经证明了我的清白，等待着陈雄他们的将是7天的拘留。那些人听到这句话后立刻慌了神，死死抓着陈雄的手，大声道：“陈哥怎么会这样？你不是盛月集团的少爷吗？他们怎么敢拘留你的？”盛月集团边上的警察听到他们的话后，脸上也是一惊。那些人大概是觉得事情有旋转的余地，立刻道：“对，我们陈哥是盛月集团的继承人，你们要是拘留他，盛月集团的老板不会放过你们的。”警察脸色一变，和边上的人说了几句后，就立刻匆忙离开了。关秀立刻挽住了陈雄的手臂，声音甜腻：“陈哥，我就知道你最厉害了。”但没有人注意到陈雄的脸色已经变得格外的难看。没过多久，警察回来的时候，身后跟了个大腹便便的中年男子。我认识这人，是警察局的局长。之前父亲带我吃饭的时候，曾经打过一个照面。局长，这些人说他是盛月集团的继承人。哎呦，这不是杨洋吗？你怎么在这儿？还被人打成这样？在所有人震惊的目光中，局长大步朝着我走来，拉着我的手，语气关切：“哪个杀千刀的做的？要是被你爸知道还得了？”陈雄等人的脸上写满了疑惑。而就在此时，警察局的电视里传来了父亲的声音：“我的公司和所有的股份都将交给我的儿子李阳。没事的，叔叔，我爸已经知道了。他们就是打你的人，立刻给我拘留。”
局长转头对着陈雄等人厉声道，而那些人已经被吓得脸色苍白。关秀是第一个反应过来的，他的嘴唇颤抖着，眼睛里还闪烁着泪花。你才是盛月集团的继承人，李阳，你怎么从来没有告诉过我？为什么要告诉你？我挑眉轻笑，看向关秀的眼神满是厌恶。此刻，我格外庆幸自己没有告诉关秀我的真实身份，要不然，我只怕是一辈子都发现不了他的真面目。关秀喃喃着：“你是继承人，那陈雄呢？陈雄又是谁知道呢？一个地痞流氓混混罢了。”关秀听到我的话，脸色更加难看，竟然直接从椅子上滑了下来。他瘫坐在地上，双眼空洞。而那些刚刚压在我身上打的老同学们，一个个额头上都沁出了冷汗。他们左一句右一句的，就是想将所有的错全部都推到陈雄的身上。李阳都是他逼我们的，这件事真的和我们没关系啊！是啊，李阳，你忘了吗？我们高中的时候可是同桌啊！李阳，我知道错了，我上有老下有小的，你放过我吧。都是陈雄的错，对，都是他的错。我看着他们那一张张丑陋的脸，觉得没意思透了。叔叔，我先走了，改天一起吃饭。哎，好。我起身就要离开，可没走几步，却感觉有人拽住了我的衣角，低下头去。关秀抬起头，用楚楚可怜的目光看着我。李阳，我们在一起3年，这3年的感情都是真的，你不能丢下我。是啊，我们在一起3年，3年换来的就是他的嘲笑和看不起。关秀，你觉得我是傻子吗？你凭什么觉得在你做出这种事情后，我还会原谅你？我脸上的巴掌印还没消呢，他就想我冰释前嫌。世界上哪里有这么好的事情？关秀一咬牙，竟然直接抬手给了自己一个巴掌。是我眼瞎，是我做错了事情。李阳，我只是希望你可以原谅我。边上有警察想要来阻止，却被局长拦下了。我没有说话，倒想看看关秀能做到什么地步。啪啪啪，又是好几个巴掌下去。关秀的脸高高肿起，嘴角也沁出了血迹。是我不识好歹，是我不识好人心，是我虚弱，都是我的错，是我伤了你的心。李阳，求你看在那3年时间的份上，再给我一个机会吧。他毫无尊严地跪在我的面前，为了得到我的原谅，更是将自己贬得一分不值。可落在我的眼中，却是他自作自受。我偏头对着警察道：该坐牢坐牢，该赔钱赔钱，一个都别放过。一时之间，哀怨声一片，所有人都在责备陈雄，完全忘记了他们刚刚是怎么抱着陈雄的大腿不放的。然而就在我即将离开警局的时候，却听见身后有人道：找到了，局长，这个叫陈雄的和我们之前调查了一起诈骗案的凶手很像，我们怀疑。我没有继续听下去，而是立刻离开了。最后听到的声音是关秀的怒吼：陈雄，你把我的钱还给我！离开警局后，我立刻赶回了家中。父亲坐在沙发上，摩挲着手心中的项链，整个人看上去像是苍老了10几岁。我踌躇着走上前去，父亲。这一刻，自责将我全身淹没。如果不是我，母亲的遗物就不会被损害。如果不是我一意孤行，来了，杨洋，这一次我是真的相信了。恶蛋，他拍了拍自己身边的沙发，示意我坐下。我坐在了他的身边，看向了茶几上摆放着的我们一家3口的合照。碎了就碎了吧，这可能是你妈最后一次保护你了。提起母亲，父亲的语气是这样的温柔。终于，泪水从我的眼眶滑落。自那之后，我接手了父亲的企业，一心一意地扑在了工作上。而陈雄确实是诈骗犯，
甚至还骗了关秀的钱。他被关进了监狱，其余的那些同学在拘留几天后就被放了出来。可他们的赎罪并未结束，我让人统计了那天的损失，然后将账单寄到了那些人的家中。拘留之后，等待着他们的将会是对我的赔偿。至于关秀，他本想从陈雄的手中将自己的钱要回来，可进了诈骗犯口袋的钱，怎么可能还会有回头的？关秀一夜之间一无所有，他甚至想过让我重新回头，只可惜如今的我是盛月集团的总裁，他想要见我一面比登天还要难。好不容易在公司门口堵到我了，还没有接近我的身边，就立刻被保安拦下了。关秀也曾经想过给我打电话了，但在那件事后，我换掉了自己的电话号码，和之前的所有同学们都断掉了联系。几年后，陈雄从监狱里出来了，听说他出狱后没多久，就立刻被人暴打了一顿，家里的所有东西都被人抢劫一空。不用猜，我也知道是我们之前那群老同学做的，毕竟他们欠我的债，这辈子都还不上。后来我将公司发扬光大，而关秀为了过上奢靡的生活，嫁给了一个有特殊癖好的土大款，没多久就因得了性病被丢进了医院，自生自灭。陈雄出狱后走了老路，继续诈骗，但他这次没有挑选好对象，不仅没骗到钱，自己还没人骗去了缅甸，怕是一辈子都回不来了。恶人自有恶人磨，我要做的便是踏向我光明的未来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